哎呀，好了，终于到了。林明伦阔别25年再次角逐10大。我是演员，我也是个旅行狂热者。我喜欢探索未知的地域和文化。哇，我是林明伦。上一集只是热身，哇，真正的探险现在才要开始。哇，你看我们现在穿越溶洞，极境之旅。这好看，好看。上一集我走进了中国贵州苗族的世界，体验了他们的民俗文化、呼曼篮球赛，还有热闹的苗年祭古丈节。真的是太厉害，太精彩了！哇哦！然而，贵州的魅力远不止苗族文化，这里被誉为世界喀斯特的缩影。这里的喀斯特地貌奇峰突起，溶洞幽深，每一处都藏着亿万年的地质传奇。我走进溶洞，钟乳石与石笋交织，如同走进一座神秘的天然宫殿，震撼无比。这样的奇景，怎能不来亲眼看看呢？而荔波绝对是极境之旅不可或缺的一站。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森林、瀑布、喀斯特奇景交织成一幅原生态画卷。而在这片秘境深处，还藏着一座充满自然奇观与户外挑战的神秘乐园。这里就是酷玩森林，它是一片充满自然奇观还有户外挑战的神秘之地。我这一次呢，就会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展开一次别开生面的探险之旅。Let's go！ 教练，我们还要走多久啊？快了，还剩100多米。我们这里它是主要以探险为主，它不是那种纯欣赏的景区，所以来到我们这里呢，就具备一定的挑战性。我们的悬崖咖啡是全国首例。什么？悬崖咖啡？悬崖上怎能有咖啡馆？那咖啡要怎么端？客人又要怎么进去呢？现在我的脚开始发抖了。这也太疯狂了吧！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哇，这个有多高啊？不高，180米。180？对，才180米。哇，那个是有一点可怕。我们就靠着绳索保护自己，然后就一步一步慢慢的跨出去，爬到峭壁的旁边。站在这里，悬崖的边缘可不是开玩笑的，每一步都要小心，所有的装备和技巧都得确保万无一失。走的这一段应该是最可怕的吧，因为它的那个空间比较狭窄。我们的咖啡桌就到了，你看，敲敲钟，我们就算是到了。这里就是我们要喝咖啡的地方。别人喝咖啡呢是心动的感觉，我们这里喝咖啡是心跳的感觉。你看，哇，这个就是一个原始森林。我的脚悬挂在高空的时候才可怕。哇，真是好羡慕你啊，教练！为什么你会想到要来这里当教练？远离城市的喧嚣吧，我喜欢这种安静又能看到美景的地方。你能想到吗？这个悬崖咖啡馆的创意竟然来自于酷玩森林的老板。一次攀岩途中，他突发奇想，如果能够在这个悬崖边喝上一杯咖啡，那该多棒！真的是太舒服了。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很安全的情况底下喝一杯悬崖边的咖啡。
至于咖啡的味道怎么样，其实讲真的已经不重要了。悬崖咖啡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一个溶洞，进入这个溶洞的方式也相当的独特。对，从这边就是进入溶洞了。这个溶洞到底长什么样子？里面有什么可看的？哇，好了，我就进溶洞喽！哇，好凉啊！它这个风，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它这里的温度的差距。哇！短短3秒，我就能顺着绳索滑入溶洞。到了。一进入溶洞，马上就迎来空气凉爽，四周一片寂静的世界。下去看看。就在我以为这里只有苍白的石壁时，哇，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在里面。它是一个很大的空间，有一个很大的屏幕，我播放电影，竟然在溶洞里面看电影，有没有搞错？还不要紧哦，再加上吃火锅，这个是什么概念？没错，溶洞里居然有火锅。哇，你们看看我这个是不是一个很特别、很难复制的一个体验啊？我现在坐在这个溶洞里面呢，看着洞穴电影，吃着洞穴火锅，好好的享受啊！而且这里的温度冰冰凉凉的，还有烟呢。享受完洞穴电影和火锅后，接下来我将跟着二营长深入溶洞，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我非常好奇，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意外的发现。这里像是帐篷。哎，你看它这闪闪发亮的哦，让你见识一下洞里面的水墨画。哇，好美哦！这些都是通过水流冲击形成的，它碳酸钙的沉积过后，最终就形成这种钟乳石。像这一片呢，最起码是几千万年了。贵州的溶洞拥有超过5亿年的地质历史，深藏着地球演变的痕迹和自然的奇迹。尽量靠右边走一点，你不小心就会滑下去。而更神奇的是，这些溶洞内竟然还有一些稀有的植物和生物。上面这些纵横交错的这种纹路呢，就是我们钟乳石的胚胎时期。哇！而钟乳石和石笋作为常见的地质奇观，背后更是蕴藏着无数的历史奥秘。那这个就是钟乳石的幼年时期。它的学名叫鹅管。那这个呢，就是化石。这是什么的化石啊？海百合。海百合是什么？它是一种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我们现在不是在山里面吗？对呀，在几亿年前，咱们贵州这一片它也属于一片海洋。哇，这个是海床来的。然后，随着地壳运动，海洋逐渐退去。然而，这些海洋生物的化石却在这里被永久封存。右手抓住这个，这里。进入溶洞，我们看到的那些钟乳石啊，然后他们是花了几万年甚至几千万年才能够形成的一根柱子，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形状都有，真的让人很震撼，而且你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渺小。哇，我们走着走着就来到这里，这是一个地下暗河。哦，这水好冰哦！溶洞里的地下暗河，经过亿万年的溶蚀作用而形成。水的力量在岩层中缓慢冲击，雕刻出这条天然水道，给溶洞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神秘感。又是一个 surprise， 暗河真的是见证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终于看到喀斯特地形，也认识到这些溶洞、这些大自然的景观，这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体验。
这一趟酷玩森林的极境探险让我大开眼界，真是不虚此行。哇！哎，等等，冒险还没有结束，继续前进。哇！我现在要从这里跳下去，大概是20米高。脚掌出去一半。这个有一点可怕。好，准备。极境之旅。呜呼！Yeah！哇，那个是有一点可怕。这里喝咖啡是心跳的感觉。极境之旅。哇！在酷玩森林体验了一连串刺激的冒险。现在我要前往隐藏在山里的瑶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峻，一路9拐18弯，每一个转弯都在考验驾驶技术。到底这座隐士山寨有着什么样的故事？现在就让我带你们走进这一座充满文化还有历史的村寨。你好，这就是高华瑶寨，一个依山而建、别具特色的地方。这房子还是很漂亮的。实在难以想象，在70度的陡坡上，竟然坐落着一座瑶族村寨，而这里更被称为中国的瑶玉之乡。瑶族人世世代代传承着独特的养生智慧。它真的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村寨，保留它最原始的状态，它的原貌，很舒服就对了，它就是很写意的感觉。这整个村很安静，几乎都没有看到任何的游客。我想更深入地认识这片隐士秘境，那当然得找最熟悉的人带路了。哇，村长，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村寨。是啊，现在看的话都是我们做木房子结构的传统建筑。这里有多少人住？有几户人家？住的话是有450来人，然后户的话是98户人。高华瑶寨已有300多年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间。瑶族先民辗转迁徙，最终在这片深山里安居下来。与世隔绝的环境让这里完整保留了纯正的瑶族文化。瑶族的3大文化瑰宝代代相传，而我有幸在高华瑶寨一次尽览，亲身体验。今天我就要去拜访一位技艺精湛的造纸传承人，一起探索这背后的匠心与智慧。就是我个人爱好嘛。我从小的时候，我觉得奶奶做的话挺好玩，我就开始学了。这个是一代传一代嘛。现在我孙子还小一点，大的话看着他就会了。在高华瑶寨流传着一项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法造纸技艺。这里的瑶族先民依山取材，用树皮和山泉水制作出柔韧细腻的纸张。如今，这门手艺依然在瑶寨传承着。这种纸被称为炉醉，在中国的造纸历史中，它是最好、价钱也是最昂贵的原料。它所造出的纸不透墨迹，字迹历久弥新，历经1000年也不会腐烂。这个是什么树的树皮啊？枸皮树。是不是一定要用这种树的皮呢？对对，一定要这种树的，其他树的搞不成。这个就是煮过的树皮，啊，对。然后就这样子敲打。对。你要打到什么程度啊？打到它烂。我试试看，可以吗？哎，可以，可以。哎，好。
用不了那么大的力。但是就是时间长。啊，对。我在老师的指导下，把垂烂的树皮纤维加水和植物汁液搅拌成纸浆，好像浆糊一样。接着进行抄纸工序，也就是把纸浆均匀铺在模具上。纸张要均匀，倒纸浆时的力道控制就非常关键。现在我们就等它干了之后，这张纸就完成了。整个工序其实是非常的繁琐，很不容易，要用很多的力气，要用很多的时间，它真的是用时间酝酿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经过浸泡、捶打、抄纸、晾晒，每一张炉坠都凝聚着瑶族匠人的智慧。哇，你们看，这张就是完成品。对，哇，这张可以送给我吗？可以。因为它是1000年都不会腐烂，对所以呢，我要重新立一张婚约，跟我老婆。好爱她1000年。高华瑶寨也被誉为瑶浴之乡，这里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养生方式——瑶浴。瑶浴以多种深山草本熬制而成，药香浓郁，疗效讲究。我们这个瑶浴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泡，泡了它就很的身体健康，又消除其他病，又对人身体很好。爬上去过那边看。老师告诉我，每一份草药配方都会根据个人体质量身定制，所以得先问诊。我就告诉他，经常都不够睡，所以睡眠不足，然后精神可能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点恍惚。哎呀，哇，哎呦，这个就是睡眠的药啊！你用这个也是药，你看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每一种药不同的啊，这个是泡皮肤病的。我想这个就是以前的人的那种先辈们的智慧，他们懂得怎么样去利用这些我们看似好像杂草很没有用的东西，可是它却有它一定的疗效。一池热腾腾的瑶浴，不仅能舒缓疲劳，还能驱寒活血。走了这么多山路，泡上一池，绝对是极境之旅最不能错过的享受。真是挺舒服的呀。外面冷冷的，这边是烧烧的，哇！而且呢，你可以闻到它有一股微微的草药的味道，闻起来还蛮香的。哎，泡着泡着，还真是有一点想睡觉的感觉。来到高华瑶寨，怎能错过热血沸腾的长鼓舞？我从小8岁的时候都开始跟爷爷的学了，我们必须要传承，一代传一代，代代相传，不能把这个文化丢失，非常的重要。长鼓舞不仅是瑶族的精神象征，更是源自祭祀的文化传承。每一次击鼓，都是与祖先和天地的对话，让这份古老的信仰延续至今。小朋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动作吗？干活，对不对？哦，那这个动作什么动作呀？砍树。我才说2遍，你看他都记得了，你看他们好厉害，真厉害啊！哇！更有趣的是，他的舞步灵感来自日常劳作，如挖地、砍树、梁木，展现了瑶族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所以就是这样。你看那些孩子他们在跳的过程，真的是很可爱。我特别喜欢这些小朋友，很单纯，很淳朴。
老一辈的人一定要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把它交给下一代，就是瑶族的历史、瑶族的故事可以代代相传。这不仅是一次旅程，更是一个深入山里、贴近瑶族生活的珍贵体验。这样的极境之行，一生难得。值得，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到这种深山秘境，对不对？哇，你们看，这张就是完成品。所以就是这样。值得，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到这种深山秘境？我现在要开启一段特别的旅程。在贵州的群山之间，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侗族村落。从瑶寨驱车前往，沿着山路蜿蜒而上。这隐士村落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这里的景色真是令人震撼。眼前这一片层层叠叠、随山势起伏的，就是唐安梯田。和那些游客络绎不绝的梯田景区不同，唐安梯田始终保留着原始的风貌。走在这里，仿佛踏入了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一眼望过去，你就看到一座一座的山，然后山的边沿，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一阶一阶一阶的梯田，真的很美很美。错过这里，你真的会后悔。哎，村长，哎，我们这边山好，水好，空气又好。你这是在抓稻花鱼啊？是，我也要下来抓稻花鱼，可以吗？可以。哇，好冰！这可是极境之旅贵州行的独特体验之一——抓稻花鱼。哇，稻花鱼顾名思义呢，就是在稻田里一种共生养殖的小鱼，它可以为水稻提供天然的生物防治，同时呢，也可以成为餐桌上的美食。很多青藻类。我究竟能不能顺利抓到稻花鱼呢？是技巧高超，还是手滑连连？哇，这个不知道要抓到什么时候嘞。我想，我们如果今天抓不到的话，就没有晚餐吃了。哦，鱼头，有吗？没有，不容易耶。喂，有了！我也抓到了，耶！你看它的背面是亮晶晶的，好美哦，耶！好，这个拿回去。我们这个田都是靠的是山泉水来灌溉的，所以呢，这个稻花鱼它第一，它喝的、吃的全部是山泉水，它又吃那个稻花，那鱼就就吃那个，所以它就叫做稻花鱼。鱼。我要找大只的。这里的稻谷从种植到收成，每一步都跟节日的庆祝息息相关。而且等到丰收时，村民们还会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抓鱼王比赛。哇，大只的！想要体验这种独特的农耕文化和节庆气氛，唐安梯田真的是来贵州不可错过的地方。好，现在我们回家了。好哎。稻田、鱼、节庆，一切都在这里完美融合，就等着大家来这里亲身体验。哇，太棒了，太棒了！来，组长快坐，辛苦你了啊！哇，我们这边酸汤鱼是专门做来招待远方的客人的。好鲜啊！
这个鱼也是非常的鲜甜，它的肉质是非常的细腻啊，很细很嫩，很好吃。亲身体验稻鱼共生，品尝地道美食。很香。这里不仅是自然与人文完美交织的地方，更是极境之旅的精髓所在。太开心了，谢谢。有了，我也抓到了。稻花鱼就是在稻田里一种共生养殖的小鱼，香，太开心了，谢谢。好冷。你看这个雾这么大，你们是不是已经差一点看不到我了？你看现在已经到5度了。走吧，进去看看。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2600公尺高山上的一所小学。坐落在贵州乌脊韭菜坪上的海嘎小学，它被称为云上小学。哎，校长，你好。他们在上课。哦，对，这是我们2年级的孩子。乍看之下，它和许多乡村小学一样，孩子上课、写字、算术，老师们传授知识。可是，这些埋头读书的孩子瞬间就会化身摇滚乐手。没错，这所大山深处的学校不仅教书，还教摇滚。2023年，学校乐队海嘎少年在网络春晚节目上表演，从此声名大噪。山里的孩子用音乐冲破大山的束缚，把自己的声音传向更远的地方。校长，为什么你们会想到要用音乐来推动教育？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自信不大方，我们想通过音乐的方式试一试孩子能不能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就是这个校友的愿望，然后把我们的音乐教学融入到我们的学校教育管理里面去。就这样，海嘎小学从2016年开始就在上演现实版的摇滚校园。我也是农村人，土生土长的。小的时候我也有自己的梦想，能够走出大山，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环境。但现在我和孩子们一起，我觉得能够让全国看到，而今让全世界看到，我觉得是在这里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成就感和幸福感。心中有梦想，处处是舞台。你好。你现在是在教孩子们弹这个尤克里里？对，在。我跟你们一起学习好不好？好。预备起，1、2、3、4。是3个手指，第3个手指按到第3个。这里第2个，对，第2个。我搞不清楚是第2只手指还是第3只手指。不要按。我一坐下来，那些孩子就涌上来，就说来，我来教你。所以他们真的很热情。冷静。OK。准备好，预备起，一闪一闪亮晶晶。2年级的孩子弹着吉他，然后都很积极。教这么小年纪的孩子啊，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最难的就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陪伴吧。因为乐器它虽然有足够的吸引力，但是实际上长期的练习它是枯燥的。弹吉他的第1个弦，吉他上面的第1个弦。眼前这位正是成立海嘎小学摇滚乐队的重要推手顾雅老师。没有他，就没有这些年来海嘎小学的摇滚传奇。有一次，他就拿起吉他来，他就弹奏，孩子的好奇心就被音乐吸引了。就从那天开始，他就觉得，
可能他可以用这个音乐来吸引孩子。哇，鼓掌鼓掌！谢谢，老师太厉害了。这边的孩子几乎都是留守孩子，就是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别的城市工作。这些孩子就是长期父母都不在身边嘛，没有人疼，没有人爱他们，所以老师就觉得说，要怎么样能够给他们，给他们更多的爱。我觉得音乐它是一种，对于孩子可能是一种心灵的一种，陪伴，对。我就希望能够，看到孩子们能够自信、快乐、阳光的成长，而且艺术的这种熏陶对孩子的这种成长，我觉得它是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你这个都起茧了吗？有没有？我弹的时候这里起包，我都还在弹。起包了还在弹啊？我也是。哇，那你们都很用功、很努力耶，你们好棒啊！哇，我们都想让老师带我们去北京玩。真的吗？对。你为什么喜欢顾老师？因为他能让我们弹出美妙的歌声，他会教我们很多知识，还有很多音乐的弹法。家里爸爸妈妈支持你们学音乐吗？我妈妈不支持，我爸爸奶奶支持。妈妈为什么不支持呀？我妈妈走了。爷爷奶奶、二姐、尾巴姐姐他们支持我，我爸爸也支持我，我妈妈也不要我了。你们2个人的梦想是什么？我们的梦想要去北京。顾雅老师不仅教孩子唱歌、弹奏乐器，更是用音乐点燃了他们的梦想。因为他们有个梦想，他们希望可以去北京。哇，他们是山里面的孩子嘛，所以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到外面去。他们想跟老师一起去北京，这么简单的一个梦想，可是对他们来说，要达到这个梦想不是这么容易。它真的是很与众不同，它是透过音乐来帮助孩子，让他们呢能够建立他们的自信心。从肢体语言上面，你可以感受到那股能量，所以真的很了不起。你参加乐队多久了？快1年半。你当初是怎么加入这个乐队的？是顾老师给我们上1节音乐课，然后呢，我上去唱歌，他就叫我来当主唱。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当一名主唱。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海嘎小学，音乐不仅仅是音乐，它是一种表达，一种坚持，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期待。唱吧，你唱吧。顾雅老师还特别安排我加入海嘎少年，让我有机会和这支乐队同台演出。好。我真的是无比庆幸，因为极境之旅来到海嘎小学，这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座藏在云端的摇滚梦工厂。我觉得非常的欣慰吧。音乐它并不是他们唯一的梦想，我更多是鼓励他们通过学习知识，通过知识文化去改变他们的命运。看着他们的眼神，你就明白，音乐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如果有机会，你不妨亲自走访海嘎小学，
与孩子们交流，一起为他们的人生加油。预备起，1、2。我走进充满梦想的乡村学校。这里的孩子们期望透过音乐走出大山，我们的梦想要去北极，让世界听见他们的声音。告别海嘎小学，我继续前行。从这里出发，大约9小时的车程，我将抵达全中国最大的侗族村寨。在肇兴侗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场盛大的狂欢即将上演。究竟会有怎样的惊喜等待着我呢？今晚我将在充满文化和历史的肇兴侗寨体验这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活动之一——篝火晚会。在侗族文化中，篝火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它不仅是娱乐，也是联络感情、传承文化的方式。那篝火晚会对于侗族人来说，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有，我们侗家人最崇拜的就是火，为什么呢？我们的生活也像火一样的这个红红火火，是吧？然后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就是走向美好。相传在远古时代，人们学会了钻木取火之后。除了看侗族舞蹈、听侗族大歌，我居然也被拉进场，成了侗族小伙子。你在哪里呀？在哪里？跟侗族姑娘们互动，还得唱大歌追求她们。真是当新郎了，哇！真的是太有趣了，完全是融入了这个热闹又欢乐的气氛，很难得的体验。肇兴侗寨不仅是侗族文化的瑰宝，它更是闻名中外侗族大歌的发源地。鼓楼是侗寨的象征，而侗族大歌则是侗族人心灵的声音。今天我要去探寻侗族大歌的奥秘，还有体验他们代代相传的音乐传统。肇兴侗寨被誉为最美侗寨，它以鼓楼和风雨桥闻名。5座风雨桥横跨河流，连接起古色古香的村落。漫步其中，仿佛走进了世外桃源。哇，这是什么？哦，松子酥啊，好香哦！侗寨这个地方仍然保留了它原来的味道，它很自然、很淳朴、很舒服的一个地方。这里处处充满了侗族人的生活气息，每个角落都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故事。说到侗族文化，又怎能不提到他们的3大宝呢？第一宝就是鼓楼，你们走到哪儿都可以看得到鼓楼，而且它的鼓楼呢也保留得非常好。第二宝那就是他们的花桥，花桥就会让我联想到侗族大歌。这个侗族大歌不是一个人哦，他是说大合唱。你听听看，那边有歌声哎，会不会就是侗族大歌？哎，是哎，他们就在那边唱歌。侗族大歌是无伴奏、无指挥的一个多声部的一种侗族的音乐，就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它自然的会形成和声，所以称之为天籁之音。哇！来欢迎我们的来自新加坡的林老师，好不好？你们好，太美妙了，这声音。
侗族大歌起源于战国时期，距今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了。侗族人说，大歌是他们用来跟大自然对话的语言。听到这样的歌声，真的有种直击心灵的感觉。哇，侗族大歌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不对，应该说是听诸耳油。古时候的侗族人住在大山深处，邻里之间的沟通靠的就是这种没有乐器、全靠人声合唱的歌声。慢慢的，这种歌唱形式变成了他们表达情感、记录历史的方式。我看你们好像都没有歌谱哦，就直接这样子听了就唱了吗？对，我们侗族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语言，所以我们侗族的歌曲是通过口传心授的一种形式。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演唱的？那么现在我们也是祖辈那种演唱的那种方式、那种模式来的。侗族人有句古话：做饭养生，唱歌养心。歌声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是谈恋爱、喝酒，还是迎接客人，都会用歌声来表达。是所有的侗族人都会唱歌吗？你不会唱歌，你就娶不到媳妇。哦，万一如果五音不全，那怎么办？啊，这没问题，因为那边只要你张嘴巴就行了。哦，是吧？啊。听到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因为接下来就是要轮到我来挑战侗族大歌了。好，后面就有个花舌了。用鼻音来转换。快快的换，对对。但是换的时候要清进清出。对对对，不要突然间的呀。最难的应该就是学蝉叫的声音，它那个很快，它那个舌头非常非常的灵活，我不行。要学会侗族大歌，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我觉得和音最难的地方就是你听的别人，但是你自己唱的又是另外一个音，那你要换气嘛，也要轻轻的换气，所以你不可能一次过拉很长很长的一个音。看着他们穿着传统服饰，悠扬的歌声回荡在鼓楼的四周，我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古老的时光。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一切。侗族大歌的魅力远远超出我预期的感动。这一趟极境之旅的贵州行，真的让我收获满满。不只是壮丽的风景、地道的美食，更重要的是那些人与故事。真的是品酒大师。每一次互动，每一段经历，都是珍贵的记忆。谢谢。有机会能够走进他们的生活，认识他们的文化。这些都是旅行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而我的极境之旅还在继续。